第141章东区冒险记。贝克兰德东区一个十字路口，麦克约瑟夫看到街边有不少衣着破烂、眼神可怜的儿童，用手帕擦了下嘴，打算过去给他们一些便士。可是他的行动却被前流浪汉老科勒给阻止了。那些是小偷，小偷？他们的父母呢？或者这都是被黑帮控制的？作为一名资深记者，麦克虽然没来过东区，但也隐约听说这里有几个黑帮会控制流浪儿童行窃或乞讨。父母，他们要么没有父母，要么父母曾经做过小偷，或者现在依然在做。当然，记者先生，你说的没错，他们之中不少人确实被黑帮控制着。据说那些黑帮还会教导他们怎样行窃，比如在墙上挂一件绅士的外套，在兜里放上手帕，外面悬着怀表，通过反复练习，做到偷走手帕而怀表不出现摇晃。这都是我做流浪汉的时候在济贫院里听人说的。老科勒絮絮叨叨的讲着，我记得这条街上抓到过的最小的窃贼只有6岁，6岁。他似乎想起了自己染病失去的孩子，忍不住从衣兜里掏出了一根皱巴巴的香烟，但却没舍得吸，只是嗅了嗅味道。6岁，麦克被这个数字给震得有些缓不过神来。克莱恩静静听完，叹了口气道，这就是东区。他环顾一圈，调整了情绪道，这里更接近丛林，而不是人类社会。我们的采访得当成一次冒险来对待，既要懂得避开危险生物的地盘，也要远离那些看起来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太大危害的小东西。我是说丛林里的蚊子，麦克。如果你在那些小孩面前暴露了你的钱包厚度，即使你保护得很好，没让他们偷走，也会在接下来的冒险里遭遇一场注定的抢劫。要是你敢于反抗，或许明早塔索克河里漂浮起来的尸体就会多上一句，侦探先生，你说的太对了。东区那么多人，每天失踪几个，不会有谁在意的。老科勒赞同道。麦克表情沉凝的听完，默然了几秒，忽然开口道，135万啊！由于患了感冒，克莱恩的嗓子已经明显有些哑了。麦克往前方迈步道，这是初步统计的东区人口数量，但我知道实际肯定比这多不少。这么多？老科勒吓了一跳。他虽然经历过东区的白天和黑夜，直观的知道这里的居民很多，但没想到能多至这种程度。这是廷根市人口的好几倍了。克莱恩下意识拿最熟悉的地方做着比较，他望了几步外的十字路口一眼道，我们接下来往哪边走？老科勒抬头看了眼道，千万不要直走，那片街区被兹曼格党控制着，他们很凶恶，完全不讲道理。如果发现有记者采访，肯定会揍我们一顿。兹曼格党，这不就是那个造成我1万金镑损失的没头脑所在的黑帮吗？他还是什么处刑人？我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了。还好，那1万镑最终换来了占卜家对应的序列7、序列6和序列5的魔药配方，换来了全黑之眼，换来了英蒂斯大使的命。也不知道关于第3代差分机的手稿最终被哪方势力得到了。克莱恩一下回想起了上个月初发生的事情。兹曼格党，那个主要由高原人组成的黑帮？麦克若有所思地反问道。记者先生，你听说过他们？老科勒诧异道。麦克呵了一声。他们涉及不少案子，在东区之外也有些名声，据说曾经有成员卷入了一起英蒂斯间谍案。你旁边的就是当事人、报案人、受害人。克莱恩默默补了一句，你们这些体面的绅士都知道了兹曼格党，为什么警察不把他们都抓走？老科勒以底层人民的思维问道。麦克的表情顿时变得有些难看，咳嗽了2声，只能抓走做过案子的那些，其余没有证据，是不能逮捕的。而且东区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真要有谁想藏起来，是很难找到的。说着说着，他叹了口气道，毁灭一个兹曼格党容易，但只要还有高原人来到贝克兰德，只要他们还保留着好勇斗狠的传统，且没找到别的谋生办法，新的兹曼格党出现只是时间的问题，这就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了。克莱恩指了指左右两侧，挑一边吧。老科勒看向了右边街道，那里活跃的是灰利党，只要不招惹街边和酒吧里做那种生意的女郎，就不会被他们注意到。现在是上午，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们都还在睡觉。灰利这个单词在鲁恩语里是不法之徒的意思，取这个名字的黑帮可以说是相当有自知之明。克莱恩和麦克对此没有意见，在向导的带领下进入了那片街区。这里的建筑相对较好，街上的环境也不是那么肮脏，
空气里弥漫的是街贩们遗留的牡蛎汤、香煎肉鱼、姜皮等食物饮料的味道和鱼类水产的腥味。走在这里，克莱恩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就像回到了廷根市，回到了铁十字街，回到了最初居住的那栋公寓外的街道。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贝克兰德离海更近，交通更发达，这里的海鱼相当多。它是附近较好的公寓，我以前在周围流浪过好几次，发现里面的先生和女士穿的都比较干净。老科勒指着一栋淡黄色的3层建筑，三人靠拢过去，发现公寓门口还悬挂着一个牌子，上面画着怀表、挂钟和螺丝刀，写有修理钟表等单词。这里居住着一位钟表匠人。克莱恩从原主的记忆碎片里挖掘出了类似的场景。当时，班森、梅丽莎和他是去类似的地方修理父亲遗留下来的那块银色怀表。可那件物品修了几次，又都很快坏掉，直到被梅丽莎捣鼓着彻底弄好，成为那段时间克莱恩身上最体面的东西。而克莱恩过世之后，这块有金钱和感情双重价值的怀表并未陪葬，现在应该是归属班森了吧？不知道他每次拿出那个怀表，会不会想起我？克莱恩忽然眨了眨眼睛，勾勒了下嘴角。应该是麦克不敢肯定，他的怀表如果出了问题，一般是送去原属的钟表商店，由对方分配给下属的修理师或委托给长期合作的匠人处理。刚进入公寓，他们就看见了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子。这位先生刚从盥洗室出来，要返回房间，发现有3个陌生人进来后，忙问了一句：“要修理钟表吗？”真巧啊，直接遇上那个匠人了。克莱恩略感奇怪。麦克掏出怀表，笑笑道：“是的，我的怀表最近总是走不准时间，你帮我看一看。”他没表露自己的身份，打算以随口闲聊的方式做采访。那中年男子顿时露出笑容，引着他们进入了一间房门半掩的2居室，指着木桌旁的椅子道：“你们等一下，我去拿工具。”“你的工具不在家里？”麦克诧异问道。那名钟表匠人摇头笑道：“怎么可能？一套工具很贵的，我自己一个人根本买不起，只能大家凑钱买上3、4套，谁有生意谁就使用。所以我们搬到了一块，呵呵，这样比较方便。如果隔得太远，还得额外花费时间和公共马车费去借工具。”他边说边出了门，往旁边走去。原来我们碰到钟表工匠不是巧合，这里很多住户都是钟表匠人。克莱恩一下恍然。老科勒则审视着房间，艳羡的说道：“生病之前，我也住在这种地方。我的妻子会在家里帮人缝补衣服，2个孩子。麦克则叹息了一声，压低嗓音道：“我以为钟表工匠都是很有钱的，我也是。”克莱恩捏了捏鼻子。与公寓内好几户住客亲切交流后，克莱恩等人再次踏上了冒险的旅途。他们走了100来米，忽然听见街边有人吵架。那2位女士声嘶力竭的用各种下流语言问候着对方，让克莱恩学到了不少之前未曾听闻过的词汇。他们争吵的原因是，左侧那位指责右侧妇女把所住公寓的环境弄得很肮脏，并且会制造噪音，右侧妇女则反骂左侧那位，认为这是他自己的问题，没人让他晚上招揽客人，白天睡觉。那是一名浆洗女工。麦克微皱眉头的听完，问了一句：“是的，我认识她，她是个寡妇，带着自己的2个女儿在帮人洗衣服。”老科勒做出了肯定的答复。麦克想了几秒道：“带我去看看他们家。”老科勒点了点头，领着2人绕过吵架现场，进入了明显不如刚才那栋公寓的破旧房屋。刚来到浆洗女工的房间外，克莱恩立刻就感受到了潮湿，里面挂着一件又一件还未干的衣裙，一个17、18岁的少女正蹲在大盆子前浆洗冒着泡沫的事物，比她年纪更小一点的女孩在拿着外裹湿润亚麻布的滚烫烙铁，仔细处理着已经洗好晾干的物品。她的动作小心翼翼，似乎已经被蒸汽烫过好多次。这既是他们的工作场所，也是他们夜里睡觉的地方，湿润的水汽弥漫在房间内，进入了他们的身体。另外，各种气味混杂的恶臭是如此明显。你不觉得难受吗？麦克捏住了鼻子。克莱恩瓮声瓮气的回答：“我感冒了。”他这句话没带一点笑意。麦克松开手指，走入了房间，对2位诧异的少女道：“我是一名记者，我想采访浆洗女工。”正搓揉衣物的少女麻木的摇了摇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耽搁。麦克的采访请求就这样被拒绝了。他表情沉重的出来，默然走回了街道。看了看，
他抿了抿嘴道：“我们继续。”白银城出现幻听幻视的戴里克伯格经过详细的检查，被带到了圆塔的底部。这里收容着那些有失控征兆的居民，用各种方法尝试挽救他们。走在那阴森昏暗的过道里，他忽然觉得有些莫名的发冷。救命！一个封闭的房间内突地发出这么一声惨叫。救！那声音戛然而止，四周一片安静。第142章外来者。那样奇诡的安静里，回过神来的戴里克伯格闪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救人。然而将他夹在中间的2个守卫却没有任何反应，似乎刚才的一切只是他的幻听。那里有人在求救，少年戴里克提醒了2位黎明骑士一句。走在他左侧，穿着银色全身盔甲的高大骑士平静无波的回应道：“不要上当，那只是一些濒临失控的超凡者的正常表现，是吗？也许他只是不愿意就此放弃，失控变成怪物，所以才惨叫求救。”戴里克略感悲哀的想到。随着他情绪的变化，耳畔的虚幻嗡隆声明显了不少。沉默着又前行了几步，刚才那位黎明骑士指着左侧一扇房门道：“你这段时间就住在这里，我们会按时送来食物和药剂。”说话的同时，他拿出了一个铁黑色的小瓶。这种瓶子是由白银城主食黑面草残余的类秸秆饰物编制而成，遇到液体会产生一层薄膜，从而达到防水密封的功效。戴里克接过那瓶药剂，咕噜喝了下去，只觉一阵清凉划过食道，进入了胃袋。他整个人迅速变得沉静，眼前摇晃的场景复归平稳，耳畔的幻听逐渐衰弱。哐当，在铁门关闭并反锁的声音里，戴里克进入了属于自己的那个房间。他首先看到的是一根摇曳着昏黄光芒的蜡烛，继而辨认清楚了矮床、椅子和方桌。除此之外，再无他物，但四周的墙壁，包括房门，都会刻着复杂而神秘的符号与标识，它们似乎组成了完整的封印。戴里克的情绪也被那药剂压制了，他没有一点好奇的坐了下来，躺到了床上。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听见了咚咚咚的剧烈砸门声，但这不是来自他的房间外，而是源于隔壁。戴里克翻身坐起，仔细倾听，在碰撞之声里听见了细细的尖锐的悲鸣的啜泣。他的汗毛豁然耸立，整个人猛地站起，摆出了极具防御性的姿势。就在这时，咚咚咚的声音蔓延到了隔开2个房间的金属墙壁上，砸出了一个又一个缓缓下瘪的凸起。戴里克正要祈求圣光，眼前忽然一亮，他所在的空间似乎全部被搬到了外界，且适逢闪电划过，隔壁的砸墙声一下消失，圆塔的底部恢复了安静。这不是绝对的安静，而是轻微的脚步声能荡出好远，回响许久的安静。戴里克正在猜测隔壁那位非凡者遭遇了什么，另外一边的金属墙却又被人敲响了，嘟嘟嘟，那里仿佛有人屈起手指，轻轻敲动。谁？戴里克拔高声音，略感惊恐地问道。敲击声当即停顿，隔了几秒，一道沉厚却颇为苍老的嗓音模模糊糊传了过来，原来是个年纪不大的小家伙。你是？戴里克见对方能理智的交流，遂靠拢墙壁，用耳朵贴住了冰冷的金属。那苍老的嗓音呵呵笑道：你旁边那位好几次都差点失控，今天终于没能挽救回来，他彻底失控了。戴里克隔着金属墙问道：那他现在变成怪物了？不是怪物，是死尸，他已经被封印，这里的物品解决了。那苍老的声音叹息道：我在这里待了42年，那些守卫告诉我的，见过太多类似的事情。戴里克颇感诧异的反问道：你在这里待了42年？正常来讲，失控可以分成3个阶段，一是出现前兆，比如幻听与幻视；二是身体和精神已经有些不受控制，时不时就会表现出或可怕或诡异的状态；三是彻底崩溃，退化为恐怖的怪物。其中从第2阶段到第3阶段相当快，也许刚有发现，就会目睹一个看似正常的非凡者变成黑暗深处的怪物。也就是说，处于第2阶段的非凡者被送到圆塔底部后，要么经过药剂、仪式等方法的治疗，慢慢稳定下来，于1年半载内离开这里；要么很快就会步入失控状态，被清除净化，不可能有谁被关在这里42年。而处于第1阶段的非凡者，也许只需要几天、10几天就能消除前兆，治愈离开。那苍老的声音顿时呵呵笑道：是啊，我也没想到我会在这里待42年，我没有任何失控的征兆。
他们却认为我相当危险，随时可能变成怪物。戴里克微皱眉头，好奇问道：42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他的父母都还没有出生。苍老的声音默然片刻道：我曾经是一个探索小队的队长，我们在距离白银城半个月的地方发现了一座被毁掉的城市。这是以我们的速度计算的，那座城市和我们白银城类似，明显有巨人统治过的痕迹，并信奉创造一切的主，全知全能的神。可惜他们被毁灭了，毁灭在了不知道多少年前。类似的事情，戴里克并不陌生，当即猜测道：你们在那里遭遇了一些诡异的事情，所以你才被认为随时可能失控。差不多。那苍老的声音嘿了一声。我们探索到核心区域后，发现那座城市在尝试着改变信仰，塑造了一些他们想象中能拯救他们的神灵。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就连那些神灵的雕像都被破坏了，撒了一地。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忽然变得沉凝。不过，我们在那里遇见了一个人，这是2000多年来我们白银城遇见的第一个不属于我们城邦的活生生的人。在白银城之外，在那无穷无尽的黑暗深处，真的还有人活着？戴里克下意识就问道：你们把他带回了白银城？那苍老的嗓音隔了2秒才道：你不感觉震动吗？我们白银城努力探索周围，就是为了寻找和我们一样的人类，42年前终于发现了。这确实是相当让人震动的消息。可我经常看到正义小姐、倒吊人先生他们经常听说鲁恩王国和7位正神的事情。白银城外面还有人，还有城邦，还有国度，不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吗？戴里克挠了挠头，没什么经验的假装出震惊的口吻。我刚才没注意到这点，确实太不可思议了。除了白银城的居民，竟然还有别的人存在。苍老的嗓音沉默了好一阵子才道：白银城的教育变得这么差了吗？不等戴里克开口，他叹息一声，自顾自说道：我们很戒备的邀请那个人来白银城做客，他考虑之后答应了，我们监视并护送着他沿路返回。可是快到白银城的时候，他突然失踪了，我们找遍了周围都没能找到他。而回到白银城后，我的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发疯了，失控了，全部所有6人议事团怀疑我们都被某种事物污染了，怀疑那个人根本不是人类，而是邪灵，是怪物，所以把我关在了这里，每隔一段时间就来确认我的状态，却从来不告诉我问题在哪里，也不放我出去。戴里克沉重的吐了口气道：你还记得那个人的样子吗？他长得很普通，没有任何特点，穿着也和我们类似，除了记得他是男性，我完全想不起来他的模样。不过长老们应该可以用超凡手段直接从我模糊的遗忘的记忆里看到他。苍老的声音回忆了几十秒，略显痛苦的说道。戴里克随口追问了一句：那他有说他叫什么吗？有和你们交流他的来历吗？苍老的声音嗯了一声。他告诉我们，他顿了顿道：阿蒙。周日上午，工厂区。之前的2天，克莱恩和麦克在老科勒的引领下参观了东区不少地方。麦克因此见识到了5、6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内的事情，而这还不算最差的情况。东区最贫穷的那些地方，一个普通的卧室甚至能睡10个人。地铺、白天使用权、晚上使用权等精确的权属划分让记者先生惊叹不已。而且贫穷不会区别对待男女，那些地方不同性别的人难以避忌的挤在了一起。某些足以上法庭的事情比比皆是，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时刻面临着暴力的威胁。肮脏、拥挤、恶臭，这就是最直观的印象。我怀疑他们每个人体内都有严重的寄生虫。在最破旧的街区，因为房屋是很久前修建的，没有专门接入下水道，粪便、尿水、呕吐物等遍地都是，这里一栋房屋才有一个公共的盥洗室，或者一条街道才一座公共厕所。他们每天忙碌到极端疲惫，却只能勉强填饱肚子，毫无积蓄。只要失业几天，他们就将坠入难以自救的深渊。我认为只要给予他们一点希望，他们甚至不会害怕死亡。麦克在自己的调查手稿上这样写道。另外，半夜被驱赶、活尸般游荡在街上的流浪汉，麻木站在街边或酒吧内的女郎，以及那些放纵着酗酒、不吝啬暴力、根本不想去考虑未来的酒客们，都给这位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越来越沉默了。第143章，线人肺。嗨嗨，麦克约瑟夫掏出手帕，捂住嘴巴，
咳嗽了好几声。工厂区的雾气比其他地方都要浓厚，半空灰中带黄，仿佛浮着尘土，偶尔还会散发出呛辣刺鼻的味道，让早就习惯贝克兰德空气的记者先生都难以忍受。他扭头对同样低咳的克莱恩道：我一直都很支持政府组建王国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支持检验检察官的设立，但我今天才知道问题竟已如此严重，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将来也许会酿成惨剧。克莱恩努力打通着堵塞的鼻子，也许会让整个贝克兰德都笼罩在视距不超过5米的雾气里，而邪神很可能就在这样的场景里降临或者诞生。他默默补了一句。老科勒不太理解他们的对话，清了清有着浓痰的喉咙，领着记者和侦探绕过看守者，潜入了一座铅白工厂。这里以女工为主，他们正毫无保护措施的忙碌着，而厂房内弥漫有明显的粉尘。望着空气里悬浮和飘荡的那些小颗粒，克莱恩就仿佛看见了毒气。那一个个没戴口罩的年轻女性则如同一头头待宰的羔羊。这个瞬间，他就像回到了廷根，回到了当初帮德维尔爵士处理怨念的过程中。他似乎已经目睹了这里一位位女工的未来，他们有的人脑袋一阵阵抽痛，有的人视线出现模糊，有的人变得歇斯底里，有的人牙龈浮出蓝线，最终或变成瞎子，或很快死去。这就像大型的血腥献祭仪式，只不过目标是那闪烁的金钱符号。如果极光会、玫瑰学派等邪教组织能利用好类似的事情，如同拉尔乌斯做的那样，问题就大了。克莱恩捂住嘴鼻，静静凝望。麦克约瑟夫则又惊又怒的低语道：怎么能这样？他们怎么能这样？前段时间各种报纸和杂志上已经集中讨论过铅中毒的事情，他们竟然一点防备都不做，连一个口罩都舍不得。这些工厂主是在谋杀。真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记者，虽然年纪不算小疯，格比较吝啬，演技也相当出色，但依然保留着初心。不过他怎么会这么了解铅中毒的情况？对了，我都忘记了，我有让德维尔爵士在各家报纸和杂志上广泛宣扬铅中毒的危害。看起来他做的还不错，可对有些人来说，下层的贱民死一个两个算什么事情？有的是等待工作机会的人。克莱恩心情沉重的想着。作为一名资深记者，麦克没有失去理智，悄然观察并询问了几位换班的工人后，离开了这间铅白工厂。后续他们进入了一家又一家工厂，被里面肮脏的环境和人们高强度的劳动弄得没有讨论的心情。临近中午，克莱恩忽然发现前方一家工厂外聚集了不少人，以女性为主，他们正激动地喊着什么，并试图冲进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麦克疑惑地询问起老科勒。老科勒也是一脸不解。我过去问一下，他小跑至那家工厂外，混入了人群里，隔了好几分钟才返回克莱恩和麦克身旁。他们要砸烂那些新机器。老科勒喘了口气，先说了重点。为什么？麦克之前并不负责类似的新闻，对此了解不多，克莱恩倒是隐约猜到了原因。老科勒指着那间工厂道：这是一家纺织厂，他们要换用最新型的纺织机，负责操纵的人手也会跟着减少，好像说是要解雇1/3的工人。那些女工希望砸掉机器，拿回工作，否则他们很可能活不下去，或者只能去做站街女郎。麦克嘴巴张了张，从口型来看，他依稀是想说愚蠢，但是他最后什么都没讲，只漠然地望着那边，甚至未做靠近。回去吧，我的调查采访做得差不多了。很久之后，麦克叹了口气道。三人当即转身往工厂区外行去，一路沉默，无人说话。快要分别的时候，麦克看了克莱恩一眼，低沉开口道：你说，如果关闭不做保护的铅白工厂，或是把他们的老板送上法庭，那些女工还能找到别的事情做吗？克莱恩认真想了想道：如果只是几间，问题不大，但有的女工或许会在找其他工作的过程中忍挨饥饿和寒冷，逐渐失去劳动力，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积蓄，要是短时间内一下关的太多，加上应用新纺织机后被动失去工作的人，那将是一场灾难。仅仅贝克兰德工厂区，或许就将有几千甚至上万的失业工人，他们衣食无照，活尸一样的游荡在街上，或者降低薪酬要求，争抢其他工人的饭碗。整个东区不知会有多少人因此死去，或过得更加艰难，那将是地狱一样的景象。即使这个世界没有超凡力量，也会带来极大的灾难。
而现在，各个邪神正在暗中觊觎着，等待着。克莱恩将许多话咽回了肚子里。麦克再次变得沉默，支付了10磅6苏勒的报酬后，乘坐马车离开了这到处冒着浓烟的工厂区。克莱恩看着那辆马车远去，久久没有说话。他做职业者的时候，有了解和接触过那些平民的生活，但都不如这一次印象深刻。全方位、立体式的观察，将一处人间深渊完整的呈现在了他的眼前。东区真是处处藏着危险，藏着火种啊！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哪个邪教组织给点燃。克莱恩沉吟了几秒道：“在你工作之余，我会支付你报酬，让你有钱和其他工人建立交情。每周，我们固定一个时间，在之前那个咖啡馆见面。”老科勒的眼睛顿时一亮。没有问题。他未提价格，充分相信好心的侦探先生。克莱恩斟酌着道：“每次见面，我会给你15苏勒的经费加报酬。如果你提供的情报让我满意，额外还会有5苏勒的奖励，1磅。”老科勒愕然脱口。他过得最温暖、最幸福的那段岁月，周薪也才21苏勒，也就是1磅1苏勒。是的，克莱恩点头道：“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太急于搜集情报，保持少问多听的状态，否则你会承受一定的危险。这种线人费，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报销的。然而，我现在是自带干粮的5便士党。”克莱恩半是唏嘘，半是自嘲的笑了一声。皇后区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专属于奥黛丽小姐的书房中，这位金发碧眼的少女正在聆听心理学教师伊斯兰特小姐的讲述，时不时用手抚摸一下蹲在旁边的大狗苏茜。有一头及腰黑发的伊斯兰特奥西斯莱卡发现那只狗似乎也听得很认真，不由笑了笑，停顿了2秒，接着他继续介绍道：“目前心理学领域并没有绝对正统的理论，存在着好几个流派，比如精神分析学派、人格分析学派、行为心理学派，当然对心灵、对精神的研究，不只是心理学家、心理医生们在做，很多神秘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也在进行类似的工作。其中最有名的是……抱歉，我偏离课本了，让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先讲精神分析学派。”奥黛丽明显听出了对方的引诱意图，故作懵懂和好奇的问道：“老师，我更想知道神秘学领域心理方面的研究情况，你知道的，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伊斯兰特抿了抿嘴，微皱眉头，为难的说道：“但这涉及一些保密誓言，我是说，这些理论，这些研究情况，属于某些神秘学圈子的秘密，只在内部传播，这样啊？那我能加入吗？”奥黛丽期待的问道。他们应该不会涉及邪恶的事情吧？哈，怎么可能？那只是爱好者组织起来的研讨会。伊斯兰特提了一句后，主动岔开了话题。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聊，先继续课程吧。懂得适可而止，一步一步地来。如果这是心理炼金会成员的普遍素质，那我就不用太担心他们之中充斥着 A 先生那样的疯子和变态。奥黛丽故意露出不舍得刚才那个话题的神情，但还是有教养的听起了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基础。等到这次课程结束，送走了伊斯兰特，他回到书房，谨慎的关上厚重木门，对金毛大狗道：“苏茜，你觉得他怎么样？”“他不真诚。”苏茜直截了当的回答。接着他歪了歪头道：“不过他讲的东西很有意思，我觉得比肉和零食饼干还有意思。苏茜，难道你以后想做一名心理医生，专门给动物治疗心理疾病？比如格莱林特家那匹可能有忧郁症的马？”奥黛丽忽然陷入了沉思，考虑要不要给苏茜准备一套特制的白大褂和一副金边眼镜，让她看起来更专业一点。第144章宴会见闻。从工厂区回到明斯克街后，克莱恩简单用过午餐，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天色变暗。傍晚来临，才自然醒转。可就算是这样，他依然感觉疲惫，发自内心的感觉疲惫。出神了好一会儿，克莱恩下到1楼，点燃煤气灯，准备坐至沙发，阅读今天份的报纸。可他目光一扫，却看见茶几上摆放着一张请帖。他先是一愣，旋即醒悟过来，这是几天前斯塔林萨莫尔太太派女仆上门补的晚宴邀请函，差点忘记这件事情。变相的相亲宴会。克莱恩放下请帖，走向1楼盥洗室，用冷水清理了下脸孔，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了不少。与刚到贝克兰德时相比，他嘴唇四周和下颌之上已多了较为浓密的黑色短须，
这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他本身的书卷气质，但却让他显得成熟了不少，粗犷了一些。不是真正的熟人，没法再当面认出我。克莱恩无声吐了口气，擦干净脸庞，将金边眼镜架到了鼻梁上。他稍作休息，换上领口坚挺笔直的衬衣，配了套黑色燕尾服，然后非常正式的戴好半高丝绸礼帽，拿着手杖和请帖出门拐向了隔壁。叮叮当当的门铃声里，他看见了开门的女仆朱利安，看见了金发高高盘起，耳垂带着银色饰品的斯塔林。克莱恩取下帽子，行了一礼，客气赞美道：“萨摩尔夫人，你今天非常漂亮。”他这句话虽然有浓厚的敷衍性质，但今天的斯塔林确实比往常漂亮了不少。在精心打扮这个领域，她的能力似乎得到了突破性的增长。看来是捉奸那件事情，让她和玛丽夫人真正成为了闺蜜。而对方是身家几万镑的富翁，目前又进入了王国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结识了不少权贵，在化妆、衣着、饰品等方面必然有着足够的见识。克莱恩有所恍然的在心里点了下头，斯塔林的嘴角难以遏制地上翘了。这是我新买的耳饰，需要整整8苏勒，女士，你的风格还是没变啊。克莱恩笑着将帽子、手杖和外套递给了女仆。屋内壁炉和管道带来了温暖仿佛初夏的感觉，不少小姐和女士的衣裙相对都不那么严实，有的露出了半截白嫩的手臂，有的胸前滑腻一片。卢克在和几位朋友聊生意，让我代他向你说声抱歉。斯塔林尽着女主人的职责道：“你先用餐，我等下给你介绍几位家教良好的小姐。”其实没这个必要，让我安静的吃东西就行了。克莱恩笑笑道：“我已经闻到了食物的香味，因为客人较多，超过了20位。晚宴是以自助的形式进行。”克莱恩拿着餐盘转了一圈，发现这次的食物比之前又丰盛了不少：冷鲑鱼、鸡肉派、豌豆炖羔羊肉、盐渍胸肉、咖喱食品、烤牛肉、煮熟的火鸡、牛舌馅饼、火腿、沙拉和奶油蛋糕。酒依然是香槟加红葡萄酒，这很符合肉食动物的胃口。克莱恩捡了一大盘，没去找人闲聊，缩到角落里慢悠悠的品尝起来。没有克拉格俱乐部的厨师做得好，他时不时在心里做出点评。他准备去拿第2轮时，终于被斯塔林·萨默尔发现了。与此同时，他在这位太太的身旁看见了位熟人，表情严肃的于尔根律师。也是，于尔根同样还是单身汉。克莱恩笑着凑了过去，主动问候道：“多丽丝太太恢复的怎么样了？”于尔根不太自在的扯了扯领结道：“他下周就能出院，这真是太好了。”克莱恩真诚的感慨道。这时，斯塔林已引了几位小姐过来，对他们介绍道：“这位是于尔根·库珀先生，高级事务律师，每周薪税至少3磅，时常还会有案件的抽成。他的年收入肯定超过了200磅，而且他年轻有为，将来很可能成为大律师。”这位是夏洛克·莫里亚蒂先生，知名侦探，他的收入并不稳定，但每一笔都很丰厚，比如10磅、50磅。女士，这介绍的太直接了吧？克莱恩忍不住腹诽了一句，而他旁边的于尔根明显皱了下眉头。斯塔林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的继续介绍道：“萨拉泰勒小姐，她的父母都是文法学校的教员；安吉娜沃森，她的父亲是贝克兰德警察厅的文职人员。”克莱恩麻木的笑着，向那一位位女士问好。等到斯塔林说完，于尔根沉声说道：“萨默尔太太，当面提及别人的收入不是一件礼貌的事情。”斯塔林并未生气，非常认真的回应道：“不，这非常重要。如果你们能彼此喜欢，建立家庭，收入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你想想，每天总要有肉类、蔬菜、水果、牛奶、白面包、奶油、黄油等食物吧？每周最少得在这上面花费1磅5苏勒，这还没算酒。另外，得租个好点的房子，每周又得支出接近1磅。还得购买水、煤气、木炭、肥皂等事物，还得考虑出行的花费，这加起来差不多得10苏勒，这是最基本的开销。难道你不带你的夫人去听音乐会，去看戏剧？难道每年不添置一些新衣服？各位小姐，我认为一个家庭每年至少得在这上面花费30磅，才能称得上体面。除此之外，还有女仆的薪水、孩子的教育费用、预备的医疗开销，以及一些必要装饰品的支出。只有年收入超过200磅，才能满足这些需求，才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所以，为了不耽搁你们的时间，不造成误会，
我认为有必要提前介绍作为一名律师。于尔根一时竟找不到语言反驳，还好他本来就只有严肃和正经等表情，真是坦荡啊。不过基本的礼仪是私下先告诉双方这类信息。当然，我很明白萨摩尔太太你当面介绍的原因。克莱恩堆起笑容道：是啊，收入很重要，只有年收入超过400磅，才能举行得起这种层次的晚宴，才能让自己的夫人有漂亮的衣裙和精美的耳饰。斯塔林顿时微抬起下巴，努力压制着笑容道：430磅，我的意思是，每年还要有些积蓄，防备意外或投资股票债券，这就是她丈夫大概的年收入。帮陌生的双方找到话题后，他离开这里，招呼起其他客人，而克莱恩明显察觉到萨拉、安吉娜等小姐对于尔根律师更感兴趣，毕竟对方长得还不错，工作和收入都非常稳定。至于随时可能进警察局的私家侦探，并不是中产阶层女性优先考虑的对象，并且克莱恩现在一圈胡子，略显粗犷，女孩子们难免有点畏惧。他陪着闲聊了几句后，找了个借口离开，躲到角落里，边吃东西边欣赏于尔根尴尬而无奈的表现。这种时候，他身为律师的口才不知道去了哪里。过了几分钟，萨默尔家的2个孩子玩闹着跑过了克莱恩身前，他们注意到了躲在角落的绅士，停了下来，睁着大眼睛，好奇地问道：莫里亚蒂先生，听说您是侦探？是的，克莱恩微笑回应。小女孩天真的开口道：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破的案子吗？他的双胞胎哥哥连连点头。我破的案子不是涉及怨魂、密偶、恶魔犬，就是找猫捉奸，还真没有适合讲给小孩子听的。克莱恩思考了几秒钟，呵呵笑道：好啊，这是一个关于宝藏的故事。一位从东拜朗退役回国的军官突然被人谋杀，他上辈子看过的侦探小说其实都忘得差不多了，只能根据模糊的印象随口编造着，而2个小朋友也不在乎情节和不合理，听得相当认真，甚至还学会了问接下来呢。不知不觉间，克莱恩放松了不少。等到晚宴接近尾声，他正打算告辞，却看见斯塔林的脸上满是喜意。发生了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吗？克莱恩随口问了一句。斯塔林微扬脑袋，笑容矜持的回答：玛丽得到了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首席秘书希伯特·霍尔先生的邀请，将于周一去他的家里参加午餐会。这位先生是霍尔伯爵的长子，真正的贵族。他邀请了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并允许他们带上2到3位朋友。斯塔林顿了下道：玛丽刚才邀请了我和卢克。周一中午，盛装打扮的斯塔林·萨默尔在丈夫卢克·萨默尔的陪伴下，跟着玛丽夫人来到了皇后区，看见了一座占地极广的建筑，大理石雕像、水池、喷泉、花园、草坪等事物一一映入了他的眼睛，让他还没有进入别墅就感觉到了紧张。卢克，我这条项链和裙子是不是很不搭？她侧头询问起丈夫。卢克摇头笑道：亲爱的，你太紧张了，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贵族也就是比我们住的大一点，吃的好一点而已，我们并不差什么。斯塔林听得连续点头，似乎又找回了往日的自信。进入别墅，他们看见了华丽的水晶吊灯，看见了可以供很多人跳舞的大厅，看见了一盘盘美食：鹅肝、煎龙骨鱼、焗龙虾、奥尔米尔葡萄酒、迷雾香槟。和杂志上的描述一样啊。斯塔林好奇地观望着那些食物，觉得自家省一省，也能在节日或新年的时候来上这么一顿。除了奥尔米尔红葡萄酒和迷雾香槟，他最后又在心里补了一句。就在这时，他的目光忽然发直，看见一位身穿米色宫廷长裙的少女徐徐走来。那少女金发碧眼，美貌异常，戴着一双白丝手套，配有一对小巧漂亮的绿宝石耳坠，气质清纯而高雅，真像一位天使啊。哪怕一直都骄傲于自身的容貌，斯塔林此时也忍不住赞叹了一句，莫名有些自卑。您好，他笨拙地用刚学会的礼仪问候道。你好，那位少女优雅的还礼。2人擦肩而过后，斯塔林陪着丈夫和玛丽认识了一个个身份显赫的客人，认识了那位高贵的希伯特·霍尔先生。过了一阵，他独自走上阳台，打算缓和下心情，却意外地看见了刚才那位天使般的少女。她正在眺望外面的风景，镶着缎带玫瑰的鞋子旁乖巧地蹲着一只金毛大狗。她真可爱啊！斯塔林寻找着话题。那位少女浅笑回应道：我替苏茜感谢你的赞美。看着美貌少女和金毛大狗的组合，
斯塔林忽然觉得自己也该养只类似的宠物，这样才能彰显萨莫尔家的体面。他斟酌着问道：我听说贵族们会驯养不少猎犬，它就是吗？是的，碧眼比耳坠宝石更迷人的少女轻巧点头道。不知道购买一只需要多少金镑？斯塔林含笑问道。那清纯高雅的少女低头看向金毛大狗，微笑着不甚在意的回答道：450镑。第145章，太阳的担忧。离开霍尔伯爵家的豪华马车上，卢克正与玛丽夫人闲聊刚才那一位身份显赫的宾客，比如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主席、国家气象局局长德斯孝爵士，比如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委员、王家气象学会会长、下院议员凯夫先生，比如兼海军医疗健康主管、著名医生浩克斯雷先生。他们都是在政府、王室或议院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这个委员会最终做出的报告将成为预定的反污染法案、烟气减排法案最重要的依据。主打无烟煤和木炭的考伊姆公司正是要推动并加快这个进展，让那些老迈但庞大的竞争者来不及转型。他们肯定不会吝啬金镑，肯定会游说那些重量级的议员，以此干扰我们的调查。我们必须有明确的应对方案，正像希伯特·霍尔先生说的一样，我们要掌握舆论，让报纸和杂志反复的宣扬烟气污染的可怕。卢克是考伊姆的资深经理，是大股东玛丽掌握公司的重要助手，而他本身也相当有能力。闲聊之间，卢克忽然注意到自己的妻子坐在旁边却一言不发，就像失去了灵魂。斯塔林，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卢克关切地问道。斯塔林回过神来，挤出笑容道：没什么，就是有些疲惫了。是啊，见了那么多大人物，你的精神肯定一直高度紧绷，现在终于能放松下来，疲惫是很正常的事情。其实我也一样，卢克笑笑道。斯塔林没有回应他，而是怔怔望向了窗外，望向了那有着湖泊的公园。他的耳畔依稀还回荡着之前那位贵族少女漫不经心的话语。450镑一只训练有素的猎犬，价格在450到700镑之间。白银城圆塔底部，戴里克伯格一直困在狭小的房间内，按时的进食和服药，他的精神状态飞快好转。幻听与幻视已不再出现，再有1-2天应该就能出去了。总是待在这样的环境里，真是憋得慌。隔壁那位前探索小队队长被关了足足42年，竟然还很清醒很理智，换作是我，肯定已经疯了。不过他讲的那些探索事迹和奇异怪物倒是很吸引人，甚至有些可怕。戴里克坐在床沿，望着已烧到了尽头的蜡烛。看守者送来下一次的食物和药剂前，他将处于真正的黑暗里。就在这时，他眼前忽有灰雾弥漫，耳畔响起了愚者低沉的嗓音。准备聚会这样的变化转瞬即逝，戴里克收回注意力，下意识默数起心跳。不过他很快发现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目前的状态属于独处，不需要避开其他人。不再默数心跳的戴里克很快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正置身于圆塔底部那件神奇物品的封印范围内。愚者先生后续拉人进入灰雾之上的举动会不会因此被发现、被察觉？这可是在几次危难里让白银城没有彻底毁灭的2件神奇物品之一。忐忑和不安之中，始终未能做出决定的戴里克看见虚空里涌出了无边无际的深红光芒，看见他们只是一个奔腾就将自己淹没。狭小封闭的房间内一片安静，就连呼吸声都微弱到了极点。突然，间隔戴里克与那位前探索小队队长的金属墙壁发出了一声嘟的轻响，这是2人寻求与对方聊天的暗号。嘟！对面屈起手指，又敲了一下，之后本该很快接续的第3下许久没有出现。过了好一阵子，嘟的声音才又迟疑着响起。接下来2个房间都归入沉寂，再无动静。结束掉午餐会的奥黛丽练习了会钢琴，掐着时间往自己的卧室返回。路过他父亲霍尔伯爵的书房时，他看见房门半掩，桌上摆放着一叠厚厚的文件，之前没有的。奥黛丽好奇心起，放慢脚步，对金毛大狗苏茜使了个眼色。成为观众的苏茜，很多时候只需要一点很小的暗示，就能明白主人想让自己做什么。当然，他偶尔也会假装没弄懂，只愿意躺着不动。收到暗号的苏茜无声小跑，溜进了书房，然后探出2条前腿，撑在桌子边缘，直立了起来。他快速瞄了那叠文件的首页一眼，返回奥黛丽身旁，
压低嗓音道：“东区、码头区和工厂区各阶层生活状况调查。”奥黛丽，这是什么意思啊？东区、码头区和工厂区各阶层生活状况调查。爸爸为什么会突然做这个调查？我记得我没有对他提过类似的事情啊。奥黛丽一阵疑惑，没顾得上回答苏倩的问题。他环顾四周，见仆人们各在各位，并未特别注意自己，于是微抬脑袋，镇定自然地转身进入了霍尔伯爵的书房。来到书桌旁，奥黛丽低头望向了那份调查报告，发现标题确实与苏倩描述的一致。是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调查人员是一个叫做麦克约瑟夫的记者，下方有女神的圣徽，这是女神教会委托人做的。可为什么要给爸爸一份？爸爸是女神的信徒，教会想让他在这件事情上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是好事啊。奥黛丽做出了初步的判断，她原本也有请人做类似调查的想法，但又觉得这不符合自身暗中引导的意图，很容易彰显存在感，不再被其他贵族忽视，所以一直犹豫着没去尝试。奥黛丽伸手翻了翻文件，发现关于东区、码头区和工厂区的报告不只有麦克约瑟夫那一份，还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实地调查，其中好几份甚至还提到了邪教的散播，部分非凡者与黑帮的勾结。奥黛丽看了眼书房内的挂钟，见已接近3点，遂放弃仔细阅读的打算，将文件恢复了原状。出门之前，他随手抽了本图书，把它伪装成了进来的目的。3点整，挂钟的敲击声还在回荡之中，奥黛丽已于那深红虚幻的光芒里出现在了巍峨雄伟的宫殿内，出现在了古老长桌的侧方。他勾勒微笑，起身向最上手行礼道：“下午好，愚者先生。”得到轻轻颔首的回应后，他又分别问候了倒吊人、世界魔术师等人，并敏锐地发现太阳似乎有点不安。“你在担心什么？”奥黛丽出声问道。这让同样看出小太阳状态不对的克莱恩无需再自己开口。提前进入这片神秘空间的他，稍微收拾了桌面摆放的物品，将阿兹克铜哨、生物毒素瓶、灵教团铜哨等东西丢到了角落里，并用浓郁的灰雾彻底掩盖。如今他身前的桌面上只盖着一张黑皇帝牌，这是足以匹配愚者身份的物品。太阳代理克没有隐瞒，当即把自己装病成功，被送到圆塔底部隔离治疗的事情完完整整讲了一遍，末了问道：“尊敬的愚者先生，那件神奇物品会发现我在参加塔罗会吗？”“我怎么知道？我连它是什么东西都不清楚。不过暂时没有什么或诡异或强大的力量试图入侵。连永恒烈阳和真实造物主都没能找到这里。”克莱恩手指轻敲青铜长桌边缘，一派轻松的回答道：“正常来说，他发现不了，但某些神奇物品具备奇特的效果。”见愚者先生给出肯定的答复，戴里克顿时放心了不少。他嗯了一声道：“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奇特效果，这是白银城最高机密之一。”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了那位前探索小队队长讲的事情，脱口问道：“你们有听说过阿蒙这个人吗？”阿蒙？克莱恩略作思索就记起了熟悉感的来源，但他没急着回答，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倒吊人。他很清楚这位风暴教会的中层也知道阿蒙，而且说不定比自己了解的更多。同样的，正义奥黛丽也看向了倒吊人，他上次听说这个姓名正是从对方那里。魔术师福尔斯一脸茫然的听着，总觉得这里讨论的事情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外。倒吊人阿尔杰则皱起了眉头，疑惑不解的反问道：“你们白银城在探索周边区域的过程里，遇到了一个自称阿蒙的人，或者发现了类似的记载？”太阳代里克认真点头道：“是的，42年前有支探索小队在黑暗深处遇到了一个自称阿蒙的人。返回白银城后，他们相继发疯失控，只剩下一位被关在了圆塔底部。就在我隔壁，也许他也疯了，那只是臆想。”魔术师福尔斯以丰富的小说创作经验提出了一个猜测。倒吊人阿尔杰望了最上手的愚者先生一眼，见他安稳淡然，没做任何表示，于是大着胆子说道：“臆想是一个可能，但不会没有原因就想出阿蒙这个姓名。”他侧头看向太阳道：“在第4纪，在我们所处国度的1500年前，或者更久远，曾经有这么一个掌握着诡异力量的家族，他们属于图铎王朝，姓氏正是阿蒙。哪怕在那个高序列强者众多的年代，这个家族的姓氏也是一个禁忌。